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明天和意外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更早到来。人到50，人生已经过去一半，无论你是否愿意直面现实，有一些问题不得不考虑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需要为自己和家人提前规划，确保能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变故。一、储备足够的财务安全网，以确保基本生计不受担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为了生计而奔波，很少有时间思考如何度过晚年。为了养家糊口，我们可能花光了一生的积蓄，还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和车贷。阿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作为库区移民，他从水边生活的地方来到一个以农耕为生的地方。他的妻子有5个姐妹，因为家中没有儿子，所以他们都嫁得很近，经常回家看望父母。阿健的岳父曾经是个民办教师，但后来回家务农了。岳父视阿健如亲生儿子，传授给他许多知识。阿健非常能干，尤其擅长农业。此外，他还掌握了烹饪技巧，经常在闲暇时为人承办流动酒席，因价格适中而备受欢迎。他还创建了一个施工队，帮助村民建房和砌墙。阿健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。他建了一座2层楼房，装备了各种家用电器，甚至买了一辆小货车来取代原来的3轮摩托车，以便工作运输。然而，阿健的儿子不负所望，常常沉溺于家庭财富中，花掉了大部分积蓄。随着2个孙子的诞生，阿健的责任更加沉重。一年的夏天，阿健在为别人建房时，不慎切掉了4个脚趾。这意外使得他家陷入危机。阿健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然后在家休养了大半年，才勉强恢复了行动能力。面对家庭的经济压力，阿健决定进行家庭分家，把新房和车都留给了儿子，只保留了6万元存款。他明白，不能再惯着儿子，现在是儿子自己奋斗的时候了。至于自己和妻子，他们拥有一些积蓄，可以经营小生意，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拼命工作。2、把健康置于首位，确保身体健康。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名人，当你达到50岁时，你会发现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以前我们常常认为死亡离我们还很遥远，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不时传来各种突然去世的消息，这让我们深感意外的随时可能降临。洪云和他的妻子小月是城市中学的老师，工作强度很大，经常忙于工作，除了寒暑假外，他们通常都住在学校，与学生一同生活。然而，有一天，在课间操场上，洪云突然晕倒，幸运的是及时抢救，脑溢血没有夺去他的生命，但留下了半身不遂。洪云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，但现在他却只能依赖拐杖行走，再也无法返回爱的讲台。为了照顾他，小月提前退休。洪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现在他和小月经常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漫步，锻炼身体成为他们的日常任务。尽管他的步伐依然不稳，但他坚韧不拔，康复运动让他一步步恢复了行走。3、放手让孩子成长，不再为他们而生活。人到50，子女多半已经成年，作为父母，我们需要学会放手。子女的教育一直是父母最关心的事情。从小到大，我们不断为他们的前途担忧，力争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机会。但孩子终究会自己生活，不管我们多担心、多牵挂，最终也只能让他们自己处理生活中的问题。文秀是一个单身母亲，儿子从小就懂得自理，现在已经成年，甚至在国外学习。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文秀不是一个过分操办的母亲，她鼓励儿子自己解决问题。儿子长大后，他们仍然保持联系，每天通话，
分享生活和工作的点滴。儿子鼓励母亲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那是文秀一直以来的愿望。现在文秀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他学习书法和瑜伽，买了自己的房子，计划退休后去那里过安宁的生活。无论是否遇到另一半，文秀依然保持着从容和坦然的态度，生活会自有安排。儿子已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，而文秀也在享受自己的生活。人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旅程，50岁后，我们需要有一种平静的心态，接受离开的人和意外的事件，但同时也要为自己的未来提前做好规划，留出退路，以更有信心地迎接未来的挑战。